你好，外卖。你好，外卖。外卖小哥嘛，帮我拿些衣服吧。然后本地就被那少妇一把拉了进去，这就是本地上一世在凡间送外卖的风流事迹。这天界怎么连个女人都没有啊？贤弟，下界无情宗推行杀妻正道修行功法，导致女修人数每况愈下，更是难以得道飞升。杀妻正道，他们不单杀妻，还发老婆。他奶奶的，岂有此理！本地日日勤政，连个女人的影子都没见过啊！他们竟然发老婆，还杀老婆，这无情宗简直与邪教无异。那本地就亲自下凡，微服私访，彻查此事。您要下凡？凡间恐怕无法承受您本体强大的心力呀。这不正好有个无情宗的弟子刚刚身亡吗？本地这就借尸还魂，去体验那3妻4妾，去纠正这种有悖伦理的作风。低级弟子。耶稣，最近宗门活捉了3000女魔修，该你去选妻了。选妻？刚下凡就派大火，这是发老婆呀？这么漂亮，叫真漂亮，多漂亮！给我，这是老婆。这个女魔修好漂亮啊！是啊，听说是天魔宗的圣女呢。这些天魔宗的女修，尔等可选其一纳为妻妾，可为炉鼎。修炼一途分为炼气、筑基、金丹、元婴4大境界。咱们大师兄韩潇年纪轻轻便达到了筑基9层境界，可谓是年轻一辈的第一人啊！你呢，虽然是个低级弟子，不过代表的可是大师兄的脸面。等会儿一定要选最漂亮的女人。一个炼气1层的低级弟子也好意思过来选妻，这你就不明白了吧？这人叫叶苏，选妻是为了献给大师兄享用的。哦，原来是个绿毛龟呀！区一个卑贱弟子能献妻给本上，那是他无上的荣耀。你们看，笑得多开心啊！下贱，你真下贱！让他们把外衣脱了，我要检查一下他们的经。如有选不上者，杀！我要这个。小娘子，来，我帮你切开。我乃天正宗女帝转世，要不是我转世，或者是转世，何至于沦落成一个低级弟子的奴婢？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好，你以后就是我老婆了。我将来有机会恢复实力，第一个杀便是你。替我办事。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明白。
他就是大师兄吧？我以前替他做事，所以给我安排了最漂亮的老婆。带他去后山宅院，今晚好好照顾他。啊，连房都帮我开好了。大师兄还真没骗我，给我安排了这么好的房间。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哦，对了，你的脚铐我帮你解开了。别白费力气了，这脚铐由玄铁打造而成，非是神剑，不可能破开。神剑？说来，这吴青宗与先帝您也有渊源，他们的镇山神剑便是您当年随意丢弃的佩剑。哦，原来是我那把小破剑。剑来！你干什么？大师兄，那红莲小姐一听说是服侍您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她还说啊，您将是她的第一个男人。这事儿办得不错。大腿张开。皇子，你轻点儿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！一把破剑就能破开玄铁，看来吴青宗的小铐也只是徒有虚名，一真正的玄铁男子。回去吧。啊，这。闭枪啊！这就是你办的好事儿。大师兄，我这个命为卑贱的低级弟子，竟然让我当绿毛龟！我杀了你！害羞！是掌门真人的传音，弟子在。速来见！这儿，耶稣，给我等着！老子必杀你！哼！爹，师尊，这么急着传唤我，有何要事？神剑复苏了。神剑怎么动了？神剑复苏，正是。当年开派老祖有幸获得神剑传承，因此剑纵横九州，无敌于世。只可惜，老祖先飞升仙界以后，神剑便后继无人，我吴秦宗也因此而没落。3日后便是100年大比，各宗门的青年俊颜将汇聚我宗，比武切磋。如果我们的名次再次垫底，我吴青宗危呀！小二，真山神剑复苏，此时正是捕获传承的绝佳机会。我要你拿出神剑，在大比上夺得魁首，震慑宵小。可如今连4位前辈都拔不出神剑，我们已经错过了很多机会，但你是我吴秦宗天赋最高的弟子，你放心，届时我会让在仙界的老祖助你一臂之力。仙界老祖，我们4人会燃烧金元，打开天门，连通天地，引动老祖的注目。开天门？师尊，弟子现在是筑基期大圆满，距离结成金丹只有1步之遥，我有3成把握成功。只要我成功结成金丹，我定能继承神剑。好，马洪，转告全宗弟子，明日我要举行大典，杀气正道。还有，让叶苏
带着他那个老婆过来。是。耶稣，敢让我当绿毛龟，我要在你的女人面前血来祭剑。强！大家快来看！杀气正道！杀气正道！大兄有杀气正道！今日我要杀气正道，来人，把我妻赵妙云带上。快点！老婆，你看我今天帅不帅？低级弟子就是低级弟子，真是无趣。跪下！我无情宗主修无情道法，当年我在你身上种下情种，引凡心而入情道。今日情种已熟，我便在此杀气正道，成就金丹。赵妙云，受死！动啊！你老婆这么漂亮，你不要给我啊！这是谁呀？明目张胆的要夺大师兄之妻，他就是大师兄的绿毛龟呀！绿毛龟，他这是要倒反天罡！耶稣，你敢找死吗？哎，你想结丹是吗？我可以帮你，你不用非得杀他呀。我悟道30余载，整个宗门无人能出我之右。你一个低级弟子还想帮我结丹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悟道30年，就你这逼啊！你什么？你们修道修错了。这无情大道，并非是杀死一个至亲之人就能够做到的。他在说什么呀？在质疑我们的修道根基。大道无情，我无情宗的理念就是斩凡心灭人欲，先有情而后无情，而最无情之事当属杀妻。大道是无情，但杀妻并不能正道，而且还会有损你们的道心。试问，你们娶了一个必杀之人，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因果，就不可能真正的有情，又何谈无情这一说啊？区区一个低级弟子，竟然敢质疑我宗的无上妙法，我看你是找死！慢着，你对大道无情有何见解？来，所谓的灭人欲，指的是人的欲，而并非杀妻断情。你们都歪曲了理念。若杀妻不能正道，又如何求得无情大道？这无情之举，应该是这样的。耶稣，碰我媳妇！啊！我这是在帮你正道无情，突破境界。所谓的斩凡心灭人欲，讲的就是要斩灭自身的情欲。我对妙云做任何事情，你都能毫无所动，你才能真正领悟无情的真谛。别动我！这凡人修仙本来就是逆天而为，若你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，又如何能灭这人欲啊？若这种帽子你都戴不了，怎么斩下凡心，求得大道呢？对吧？我杀了你！师宗，我请明悟了。师尊你，这掌门是傻了吧？一个低级弟子的话也信？大师兄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！难道你要给他当绿毛龟啊？啊！不，大师兄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这都是大师兄让别人当成的绿毛龟，没想到现在却是反过来，简直是奇耻大辱啊！大师兄颜面扫地，恐怕要影响道心了。真没想到，这次别说了，大师兄不计道心。闭嘴！不是绿毛龟，不是绿毛龟。接单了，接单了！哈！
接单成功了，成功了！恭喜大师兄接单成功！真的接单了！叶苏，今日我必杀你！原来这才是无情宗的真谛，我们都错了，叶苏才是对的。韩萧结丹成功，若能顺利成剑，我无情宗今日可谓是双喜临门呐！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连通天地，召唤老祖。无形道法，连通天地，天门，嘿！天门了，这是开神祖师啊！老祖显灵了！参见老祖！参见老祖！参见老祖！是谁在召唤我？贤弟，这不是在仙界打杂的老奴吗？他就是无情宗的开派老祖。老祖，弟子乃无情宗韩萧，我是年轻一辈，天赋最高者。今日结成金丹，欲成镇山神剑，重振宗门，请老祖助我一臂之力。镇山神剑，剑来！大师兄要继承镇山神剑了。如果能成剑成功，大师兄将是整个修仙界第一人呐！传闻修剑成功之后，要杀人祭剑才能让神剑认主。不知道大师兄会杀谁来祭剑啊？哎，还能杀谁？当然是杀叶苏了。这叶苏虽然是低级弟子，但我目前只能依靠他。如果韩萧把他杀了，我也必死无疑。我能助你，但神剑解灵，能否成剑成功，还看你的造化。我就是无情宗第一个成剑人，镇山神剑是我的！感谢公子救命之恩，但你还是快走吧。以韩萧的性格，他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叶苏，快逃吧！逃？为何？想走得了？我有一剑，翻山不断海，剑来，剑来！不用怕，这招呢我也会。遇事不决，可问春风。剑来！一个低级弟子也配剑来二字？遇事不决，剑来！修为才练气一层的废物也学人剑来？他以为他是谁啊？大师兄可是宗门第一人，当世的天才！我的剑怎么在动？这怎么回事？快看，剑来了！哎，快看，剑来了！快看，是神剑！镇山神剑！真的来了！镇山神剑啊！天下配剑300万，一遇神剑见地美，大师兄成功了！800年了，终于有人能继承神剑了，这是我们无情宗的无上荣耀啊！成了呀，成了！他竟然真的成功了！哈哈哈哈哈！神剑只会跟随天才强者，就凭你这个废物，也配继承神剑？哼！剑来！这怎么在对我叶苏会这样？什么情况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就不配剑来这两个字了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叶苏一个低级弟子，凭什么能成剑？这把剑，难道他是先天剑体？先天剑体，
再怎么说，耶稣还是修为低微，根本不可能是韩萧的对手。老祖，我才是最杰出的弟子，年轻一辈的第一人，只有我才有资格继承神剑，凭什么神剑落在他的手里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只有强者才能得到神剑的认可，我才是无形中最杰出的那个人。什么情况这是？这，老祖要震怒了！老祖要震怒了！耶稣，你还不把剑还给萧儿？还给他！君子当为天命，而不为敬天。我难道不配吗？老祖发怒了！大胆耶稣，敢对老祖不敬，快把剑放下！神剑传承完成。这耶稣，剑是我的。既然你这么想要这把剑，那我给你便是。神剑是我的了，神剑是我的了！耶稣，既然你主动弃剑找死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祭贤认主，神剑认主了，这接下来就是杀人祭剑了呀！耶稣要倒霉了，耶稣要倒霉了！现在我是神剑的主人，耶稣，你受死吧！什么情况？我感觉神剑在畏惧他，为什么？他只是个废物而已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他的主。萧儿，萧儿，萧儿，走。耶稣，耶稣，耶稣是指你帮韩萧突破了境界，又继承了神剑，可是给宗门立了大功啊！你这悟道之法，当真是奇妙至极呀！啊，这悟道之法适合我们吗？我们也有老婆，还很多呢。哎，对对对，很多。那二位的意思是要把你们的老婆全部给我？对，不合适吧？来，是指你看，还劳烦石之助我领悟无情的。石之，你去哪儿了？芝芝，你别走！你们干什么？叶诗诗，我的境界已经停止100年，你一定要帮帮我呀！你停止100年，关我屁事啊你！上啊！快！公子来了！你不要过来！废物！你废物！爹呀！那个耶稣肯定是什么卑鄙手段，他抢走了我的镇山神剑呢！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萧儿，你是我宗的未来，我们无情宗一定会为你做主。掌门师兄，你怎么看？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那个耶稣乃是先天剑体。传说天生就能掌控万剑的先天剑体。没错，否则以耶稣如此低的修为，怎能得到神剑的认主100年大比即将开始，这把神剑交到萧儿手上，才能力压群雄。我看，要不这样吧，把耶稣送到后山，借白若师叔之手，把他的先天剑体给炼化，归萧儿所用。那我们岂不成了邪教之人？这耶稣毕竟是我宗正式弟子，
这事要是传出去，以后我们如何掌管宗门呢？师尊，这修仙界本就是以强者为尊嘛，他一个夜宿，区炼气境1层，凭什么？神剑在他手里简直就是明珠蒙尘。如果神剑在我手里，就算元婴境强者来犯，我也必杀之。没错呀，掌门师兄，你我前日为了打通阵法，引动老祖的注目，消耗了所有的灵力，如今实力甚至不如萧儿。后天的大比，其他宗门定会向我们发难，只有萧儿才能力压群雄。还考虑什么呀？啊？难道靠那个废物来拯救宗门吗？靠他用那低微的实力挫败全场，师兄啊，这事关宗门存亡啊！好，就按照你的意思去办。公子，这白若仙子是无形宗的小师祖。这大长老虽然嘴上说着只有他能指导你修炼神剑，在我看呀，他是别有用心。我听说这白若是个大美女，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在想有人。公子没事吧？没事。这是天罗阵，公子，我们还是在这儿等吧，进不去的。等？我现在已经等不及了，我给他破开不就行了吗？公子，白若仙子是元婴境的大修士，不是我们这种炼气士想破就能破的。元婴境很了不起啊！白若仙子布下的天阵，整个修仙界都没几人能破得了，就个你竟然把阵法破了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他身上有什么能破法阵的法器？对了，是镇山神剑，传闻镇山神剑能破万阵。来，公子等等我。热热，来，帮我拿着，在这等我。拿着。我居然能碰他！我是这把剑的主人，你是我老婆，你就算拿它去搅屎，他都不敢说一句不。哦，他好像很高兴啊。热热，热热，我竟然能发挥出他的威力！以我现在炼气9层的修为，就算是面对结丹的寒香，也有一战之力。为什么还这么性感？我在门外布的天罗阵无人能破，怎么会有人能闯进来？我修炼正处于关键期，此时挺过，必然会损伤道心。料你一个低阶弟子不肯惊扰。仙子，你好骚！哎，你没事吧？你说你好好的练什么魔功，你胆子还挺大。你个登徒子，我要杀了你！怎么晕倒了？被我吓的。你说你好好的，你练什么魔功啊？杀夜苏炼化先天剑体。好你个老登，还想杀我？
说你伤得这么重，我救你还是不救你？我要是不救你，你都活不了几天。可我要是救你吧，我的身份就暴露了。算了，看在你跟我有缘分的份上，我送你一场造化。这是天地一线。难道说白若仙子她要突破元婴期，成就化神了？好浓郁的灵气，这也是我修炼的好时机。没想到我能在一夜之间连破2个境界，达到了结丹境。今日召开百年大会，听说又要杀一批女囚，是不是真的呀？杀女囚？之前抓了3000女魔修，百年大会又继续杀，拿来祭天。如果是以前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杀我同门，但如今我已结成金丹，又有神剑在手，作为圣人，就算是战死，我也不能袖手旁观。感谢白若仙子与我仙缘，此恩活连来世再报。耶稣，虽然你此人轻佻，但本性不坏。如果你能从白若仙子手里活着留下来，怎么，玉红莲，难不成你还要替你那些同门出头不成？啊？哎，你要干什么你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可是无情宗的后山。结丹境。叶苏，你怎么还没死啊？这么想让我死啊？那你现在是不是很失望啊？白若师祖呢？哦，昨天晚上折腾太久，他还没起，怎么了？不是，你竟敢亵渎师祖！原来他想和我过安稳的日子。不对，哎，我老婆呢？你说玉红莲啊，她呀，去会场送死去了。站住！别拦他，让他去送死。总管，刚刚他看了我一眼，吓得我魂都要出窍了。他绝对不是普通弟子。你怎么连个废物你也怕？我告诉你啊，叶苏自以为获得了神剑，便居功自傲。他只是毁了宗门的未来，是宗门之耻。他要是去大会现场的话，这些弟子们一定会愤怒的。惊扰仙子，请仙子恕罪。张嘴！哎呀！燕出法随，燕出法随，仙子，您突破元婴，成就化神了。化神？昨晚，仙子，你好骚啊！叶苏去哪儿了？他去会场了。仙子，你也要去吗？仙子，仙子！天寒门门主江州牧携弟子洛青云到，合欢宗宗主魏无敌携弟子临川南到，五钱宗宗主段通天携弟子萧洛行到。爹，白若师祖还没把叶苏炼化吗？不急，我已经派人去了后山。你放心，叶苏必死无疑。镇山神剑一定会是你的。那我再拖一拖时间。小儿，我们几位长辈的实力大不如从前了，拯救宗门的重担交给你了。
今日我韩萧代表吴青宗，与诸位道友交流无上妙法。开始之前，我们先祭天。杀人祭天！来人，把人给我带上来！杀了他们！上！玉红莲，你竟然敢现身！他怎么来了？来救他的同门吧！简直痴心妄想！凭他练气境修为，也敢来劫法场？原来无情宗还藏着这么漂亮的美人儿。走。谁敢动？缩地成寸，你也接单了？什么？他也接单了？掌门，短几天之内，他竟然从炼气起一步越过筑基，结成了金丹，这可是修道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壮举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是叶苏，一定是叶苏助他结的金丹。不到30年，就你这逼样，你想结丹是吧？我可以帮你啊。韩萧如果结丹是巧合，短几天之内，玉红莲也结丹成功，这绝对不是巧合。如此说来，这叶苏有让人结丹的本事，对我宗门而言亦是镇山之宝啊！这种修道历史上罕见的天才，可别让其他宗门抢走了。对了，叶苏呢？就算你结丹了又如何？我才是年轻一辈的第一人。现在，给我跪下求饶，做我的女人，我就饶你不死。当你的女人，你也配？镇山神剑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在你手里？你受死吧！什么情况？这神剑在威胁他！你怎么可能驾驭神剑而不被反噬？就算你拥有神剑又如何？你根本发挥不出它的威力，根本就打不赢我。等我杀了你，神剑自然是我的。不可能！无情宗何时沦落到连宗门至宝都落入魔女的手里了？还在百年大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击败了首席弟子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倒反天罡啊！既然无情宗无能，那就让我们来杀了这个魔女。我们出手总得要点甜头吧？要我看，谁先杀了四女，宝剑就归谁。哎，萧道友好建议啊！真不要脸！你算什么东西？算什么？这是我们的地盘，真不要脸！我们的东西！你们这群人，竟然敢打我们无情宗镇山之宝的主意！啊，韩萧道友，如今神剑旁落他人之手，那便是无主之物，怎么还能说是你们的呢？你们无情宗没本事，那就让有本事的来。怎么，想占着茅坑不拉屎？诸位道友，那我先来。魔女，使我一剑！谁敢动我老婆？老婆别怕，有老公在，没人能够动你。我怎么来了？叶苏，怎么每回都是你怀我好事？这就是叶苏？对，就是叶苏，抢了大师兄的神剑，断了宗门传承，还有脸出现，简直是宗门之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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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还骂起我来了？老婆，别怕，有我在，这把剑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威力。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是你的对手，你想砍谁就砍谁，想怎么砍就怎么砍，不用在乎我的面子。谁给你面子了？我还以为无情宗还有什么隐藏的大人物呢，原来是躲在女人背后的低级弟子。哎，我说你们无情宗既然想来救场，也得派点像样的人来吧。3位师侄，
太目中无人了。毕竟是我无情宗的地盘。怎么想倚老卖老，欺负我徒弟？啊！元气大圆满，我无情宗就是目中无人。怎么了？一个依靠神剑余威、苟延残喘的没落宗门，现在神剑还没了，就凭你们这几个老废物，也敢与我拼死并纵？在闭关修炼个800年吧！喂，你要是不服，可以下来与我弟子切磋一二，我也不介意你们无情宗以大欺小。小的不堪大用，连老的也是一群废物。你砍了他啊！别冲动，师兄，我砍了他啊！师兄，按照规矩，这次武道大会，如果你们无情宗要是再垫底的话，可要让出你们的山门灵脉。这怎么办？我们输了的话，无情宗就要被吞并了，还能怎么办？只能指望大师兄能夺得魁首啊！哼，要不是叶苏这个废物抢了大师兄的神剑，我们怎么可能会输？没错，都怪叶苏，都怪叶苏，没错，都怪叶苏。你们打嘴炮怎么又打到我头上来了？要不是我，连韩萧连镇山神剑都拔不出来。哎，你们还打不打？不打，我可带我老婆回家了啊！你真是巴不得我死啊！老婆，看他！哎呀，此人比韩萧强太多了。老婆，你别只是防守，你得进攻出击，冲！就这还想抢神剑？陆星宇，你也有今天。嘿嘿，还得是我老婆。我们一起上。这镇山神剑的威力竟然如此可怕呀！还有谁？玉红莲竟然这么强啊！一个小娃娃还能登堂入室？玄阴期大圆满，我不可能是他的对手。老婆，不用怕，元婴期也能砍。雕虫小技，班门弄斧，靠我大威天龙！连元阴境大圆满的段通天也败了，连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师尊，请以我之躯召唤老祖。掌门师兄，如今我们是颜面扫地啊！想要夺得魁首，唯有召唤老祖啊！这我哪儿还有余力去召唤老祖啊？燃烧我们的寿元吧！魔女当头，我们想要拯救宗门的话，这就是唯一的办法呀！一口一个魔女，我们天女教何时做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？你们把我们定义成为魔教，不就是想掠夺我们天女教的女弟子吗？我看你们才是魔教！我们无情宗乃是正道之首，说你是魔教，便是魔教。师尊，宗门之耻不可不洗呀！召唤老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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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。哼！无情道法，连云天地。又来这个！天门开！复活了，有点意思。借助了老祖的力量，我无敌啦！
海啸！海啸！海啸！不想死的，给我滚！小二，做得好！除掉这3个对你威胁最大之人，你就是修行界最强的人。干脆把这2个老的也杀了。大师兄借助老祖之力，还偷袭伤人，有些胜之不武啊！我们无尽宗做事可是向来光明磊落。说什么？大师兄，我老祖愿意把法力借给我，我就是最强的。住手！海啸，你竟然对同门痛下杀手！哼，一个普通的弟子，杀就杀了。这，小二，把镇山神剑给夺回来。玉红莲，劝你乖乖交出神剑，跪地求饶，做我的女人，我饶你。休想！老婆，别怕，看他，你才是无敌的那个。叶苏，你对力量一无所知，你才对力量一无所知。好，那我就让你看看，什么才叫做仙力。玉红莲，你神剑已断，看你怎么赢我！老婆，别怕，剑断了我还有。像这种品级的剑，我要多少有多少。有了。老婆，这把椅子我刚刚做了一下，已经蕴含灵力，而这根棍子也已非凡物，它的等级绝不输于你刚刚断的神剑。老婆，接好，砍他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这种玩笑？我没开玩笑，你信我，这木棍刚刚好使。这叶苏是天才不止，但他是不是个傻子呀？我看像。哈哈哈哈！叶苏，看来你放弃抵抗了，那么你就束手就擒吧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回事？竟然挡住了！难道叶苏说的是真的？这叶苏也太厉害了吧！于红莲，刚刚只不过试探而已，只要大师兄认真起来，你必死无疑。没错，必死无疑。大师兄必胜！大师兄必胜！必胜！大师兄必胜！海啸，你今天再敢对同门痛下杀手，把你逐出师门！造！干什么？想要把我逐出师门？好啊，那这个掌门就由我来当。我去。小儿，你从今天起，无情宗的新掌门由我来担任。恭迎新掌门！恭迎新掌门！新掌门！新掌门！海啸，你竟敢弑师！仙子，我的备胎小老婆来了。不对，昨天晚上的事我好像解释不清楚。算了，36级总会上级，我还是先走吧。师叔，该让你来管的你不管，不该让你管的时候，你倒是来得很及时嘛！哎呀，师叔，那韩萧入魔了，你要再不来，我们可就都死了。哼，2个老东西，待会儿收拾你们。师叔，哎呀，韩萧借助老祖法力，实力非常恐怖，你有没有把握呀？怎么，想杀我？你的修为不过跟段通天一样，是元婴期大圆满而已。今天我就教教你这个无情宗第一大美人，如何做一个女人。师叔小心！化神境，韩萧因为叶苏而破境，玉红莲待在叶苏身边也破境了，就连师叔也破境了。
看来这叶苏啊，谁在他身边都能破境。难不成这叶苏就是传说中的先天圣体？那也就只有先天圣体才能解释他们为何能频频破境啊！我宗门得以此人，可抵千军万马呀！就算化神境如何，一样不是我的对手。这是化神期的演出法髓呀！这就是化神的实力。大师兄竟然毫无还手之力啊！我们吴青宗有救了！有救了！有救了！多谢仙子许我仙缘。许你仙缘？你是谁啊？仙子，您不认识我？昨晚您引发天地异象，我在旁汲取了您泄露的一丝灵气，连续突破了2个境界，顺利结丹。我引发了天地异象？您不知道？昨晚我昏迷了。你个当徒子，我要杀了你！哎呦！你和我详细说说，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这是天地异象。叶苏如此神秘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人。叶苏，白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怎么做到以炼气1层的修为破掉了我布下的天罗阵的？天罗阵，元婴境，很了不起吗？啊，就是这个。叶苏，我杀了你！听我解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就连元婴修士都抵挡不了这一掌，他竟然没事儿。哎呦，师叔，你怎么能够打他呀？他现在可是个大宝贝啊！什么宝贝？这叶苏可是先天圣体呀！对呀。什么？先天圣体？我知道了，以后叶苏就是我唯一的关门弟子啊！这么神秘，我就让你留在我身边，看看你到底有什么秘密。叶苏，你入门10年，修为依旧停留在炼气1层，只要你肯勤学苦练，定能求得大道。公子，只要你努力修炼，一定会早日成为筑基期的。筑基？以后你就随我一起修行，有什么不懂的问我。不用，我没什么不懂。什么都懂。好，那就让我看看你的入门法诀凝神聚气练得如何。凝神聚气，这种太简单了，我不会。连入门的基础法诀都不会，就别在这装了。这就是凝神聚气，当年韩啸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，堪称修仙界的顶级天才。如果你能在1年的时间内学会，那么你的天赋足以碾压无情宗。就这？这还得学3个月？这浴火术是高级道法，熟练之后能掌控万物，燃尽万物。就算是顶级天赋的弟子，也要3年的时间才能入门。你这辈子要是能学会，这样。隔空取物。隔空取物。
空间撕裂！空间撕裂！这是谁呢？这是大师吧？你学的是挺快的，今天就先这样吧。哎，别不教了呀，要不我教你点你不会的。你教我？我堂堂化神修为，需要你个炼气师来教我？还有我不会的？什么都会。那你看这个呢？接着。空天异象。这种雕虫小技，我才懒得学呢。我要去闭关修炼了。小艾，小艾，小艾，完了！小艾，那白若已经成功的进入化神境，如今能救你的只有老祖啊！老祖，就算我借了他的神力，我也打不过他。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请老祖下凡。啊！老祖下凡？正是。小儿，我们这一脉是老祖的嫡系血亲。当年老祖飞升之时，为了防止我们韩家的后人遇到了劲敌绝了后，便把这块玉交下。以后遇到了灭族灭种之危，把血滴在这块玉之上，他知晓后便会下凡。原来我们是老祖的后代。孝儿，用你的血激活这块玉，通达天体。见过老祖，见过老祖。你们是我韩家的后人。我是韩家第7代传人韩威。老祖，我是韩家第8代传人韩萧，最杰出的弟子。年纪轻轻就结成金丹，确实是杰出弟子。感谢老祖认可。只是现在宗门被外人占领，意图谋害我们父子2人，请老祖做主啊！此事我也知晓，但仙凡2个，我的力量能投到凡间，那是因为先帝最近不在仙界。我此次下凡，已经触犯了仙条，千万不能被发现了。原来先帝也爱打盹啊！大胆！弟子知罪。先帝乃万神共主，岂是你这等凡人可以妄议？我再有下次，就算你是我的后人，我定斩了你！晚辈知罪。化神修为，乃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战力。我的法力，也仅仅是化神。对上白若，我没有十足的把握呀。这，老祖，那这应该怎么办？这是仙界的迷魂丹，只要你在白若的居所点燃这迷魂丹，10息之内，他便已瘫痪。这是清神丹，可以免疫迷魂香的混沌。迷晕白若之后，本尊再现身，到时候白若可任由你摆布。多谢老祖。师叔，这味道怎么样？师叔，你尝尝这个。师叔，这韩萧落马了，你以后就是我们心中的大师兄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我还不如那个韩萧？师叔，您看我这张臭嘴，这韩萧哪能跟您比呀？在您面前，他连给您提鞋的资格他都不配。师叔，这临川南萧洛行
还有洛清明三人呢。为了庆祝白若师祖突破化神，三人送上了拜帖，请您过目。给白若的拜帖，给我拿来做什么？师叔，白若师祖久居深山，我们普通弟子可见不着。白若师祖说，宗门的事情由您来定夺。他们三个现在就在门外候着，您看……自从小师祖突破化神后，咱们无情宗稳居4大宗门之首，所有宗门都得上门拜访。这几个宗门前几日嚣张无比，今日不都还得来拜访？让他们进来吧。哎，是。这个废物何德何能，竟然能被白若仙子收为关门弟子？小人得志罢了。人家可是吃软饭的大红人。恭喜叶苏道长成为白若仙子的关门弟子。我们此番前来是代表宗门拜访白若师祖，这是我们带来的礼物。这是家师珍藏100年的极品灵酿，来一杯尝尝。这可不是给你的。那你就滚啊！你请。还不错，再来一杯。算了，把东西放这儿，带他们去后山。是。叶苏，你少得意！待会儿我也求白若收我为徒，以我的天赋，想来他不会拒绝。到时候我再弄死你这个废物！师叔，小师祖向来不喜欢见外人，这么多人去，不怕打扰到小师祖清修吗？打扰就打扰了，打扰了小师祖把他们杀了，这关我叶某人什么事？对呀！师叔，那日韩萧杀气正道，年语抽经人，提出斩凡心灭人欲的新理论，说戴这个帽子才能领悟真正的无情。结果呢，韩萧当场突破境界了。这么说，你也要？所以我们也把老婆叫过来伺候师叔你，顺便让师叔看看他们有没有望夫相。哎，对，那就浅看一下吧。见过师叔。哎，你不要过来啊！这！哎，不是我说你们，你们是不是有恋仇癖啊？怎么你们的老婆一个比一个丑啊？哎，师叔，咱们是无情宗，本来娶妻的目的就是杀妻正道，这娶太漂亮的下不去手，影响道心啊！整个宗门就您和大师兄天赋异禀，敢娶漂亮的，我们可不敢。哎，师叔，他们真的一个都不旺夫。我告诉你，这杀妻不能正道，而且这丑女也不旺夫，这旺夫还得是美女。哦，师叔，白若师祖传唤你。哎，行了，我说的话你们自行领悟吧。我现在要陪我的小老婆练功去喽。不愧是师叔，连白若师祖也只能当备胎。叶苏，我教不了他。师叔，叶苏毕竟是先天圣体，其价值高于一切，而宗门之内只有您才能当他的老师啊！
这种天才我可教不起。哎呀，师叔，您说笑了，这夜宿先天条件是不错，论修为那可是全宗门垫底，哪有半点天才可言呐？天才也好，废物也罢，总之我不想和他有什么关系。这仙子，3位英杰求见。他们来干什么？他们来干什么？让他们进来。见过白若仙子。我等前来是想改换门庭，拜您为师。我不收徒。白若仙子，既然你能收叶苏为徒，凭什么我们3人不行？就算放眼整个修仙界，我们也是翘楚，哪里比那叶苏差？人家叶苏不但是先天健体，而且是先天圣体。双圣之体，就算他是双圣之体，他的修为不过只是炼气1层，永远无法达到筑基。没有修为，还不是废物一个？也好，借他们之手来教训一下叶苏。你们3个，如果有人能打败叶苏，我就收他为徒。那还不简单？再让他修炼100年，也别想打过我。那可不一定。仙子，大长老求见。他来干什么？他能干什么？给他儿子来求情呗。您让他进来。见过白若师祖，见过2位师弟。不必多礼。你来我这儿是为何事？那我就有话直说了。萧儿是我唯一的儿子，还请师祖放他一马。哼，韩萧不但杀害同门，还当众弑师，说他大逆不道是抬举他。你的儿子简直就是丧心病狂！师兄，别跪了，没有人能救得了韩萧。我怎么好像闻到了一股香烛味儿？我怎么好像闻到了一股香烛味儿？哎，好像还真是。我怎么浑身无力啊？糟了，好像是迷魂香。姓韩的，你搞什么鬼？当然是杀你们喽！韩萧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猜啊？哟，你们3位也在呢，那还真是天助我也啊！你们3个来给我送人头，你也中了迷魂香，为什么你没有事？我有老祖送我的精神丹，当然免疫迷魂香喽。你老祖，你竟然动用老祖的力量？动用？老祖下凡了。什么？老祖真的下凡了？韩萧，你想杀了我？你这迷魂香的药效只有1炷香的时间，我是化神修为，金身不灭，你杀不了我。哎，我呢，当然是杀不了你。不过，有人能1炷香的时间可以办很多事儿。哟，小师祖啊，这迷人的脸蛋儿，你说，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把你给办了，你的道心会不会受损啊？啊？放手！放开！我怎么可能会放开你呢？韩萧，我要杀了你！哎呦！来呀，杀我呀！
小师祖，原来没想到你这么有女人味呢！啊，我越来越喜欢你了。嘿，啊，嘿，你在干啥？叶苏，又是你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被抓进去了吗？哼，叶苏，你每次都坏我好事。不过这次来就别想走了。谁说我要走？什么味儿？叶苏，你快走啊！发现了，晚了。这不是我家乡的味道，这不是华子的味道吗？爽！你怎么没事？我为什么要有事儿？叶苏，你快逃！他要杀了我们！你们都怎么了？耶稣，我们都中了韩笑的迷魂香，就是他手里的那个迷魂香。这个，原来迷魂香闻起来这么爽。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叶苏，就算你免疫迷魂香，不过你就去炼气期1层，来了也是送死。不过我决定先不杀你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开派老祖已下凡了，我要让他把你的先天剑体、先天圣体抽出来，为我所用。什么老祖，什么下凡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宗门开派老祖是何等人物，怎么可能被你们韩家下凡？哈哈哈，那是因为开派老祖本就是我们韩家的老祖。没错，我们是无情宗正统的血脉。韩家老祖已经下凡，我们韩家天下无敌。哈哈哈！笑什么？实话告诉你吧，就算是你们韩家老祖来了，见到我，他也得毕恭毕敬的跪下。大胆！你以为我在虚张声势吗？哼！等老祖来了，我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行吧，我不装了，我摊牌了。其实我就是先帝。可笑啊！你大逆不道，大逆不道！现在赶快跪下，可能还有活路。让我求人，笑话！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一个人能让我下凡。何人自称先帝？老祖，老祖，是谁在此自称先帝啊？我。一个炼气的废物，还敢妄自称帝！快招！啊！是。嘿，要不你再仔细看看。哎呦，是先帝啊！哎呦，是先帝啊！是，大胆子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先帝啊！我老奴不知先帝在此，还请先帝饶命啊！先帝。耶稣怎么可能是先帝？韩笑还不能跪下！不可能，老祖，你绝对错了，他绝对不可能是先帝。我是天才，我才是那个天才，我如今宗门第一。我是绿宝龟，我是天才。笑儿，你怎么了呀你？
参见先帝。无聊，实在是无聊。当先帝还不如当无情宗的一个弟子有意思。天上一天，地下一年，这地下都10几年过去了，白若早就化神，他怎么还不飞升上？不行，我得去无情宗看看。真没想到无情宗的变化这么大，都这么祥和了。扶别人的老婆怎么能不祥和？深得无情大道。哎，对了，白若呢？他不早就突破化神，为何还不飞升仙界？白若师祖说，那先帝不是个好东西，还不如留在凡间呢。这是什么话？不过也好，既然他不愿意飞升，那我就可以定期下凡度假。哎，这位姑娘，有没有兴趣一起悟道呀？我有很多的独到的见解。好啊。